比特币降息之后会怎么走？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来看到比特币的日线，我们先从小一点的级别，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呢，比特币目前已经来接近了我们这条日线的下降趋势线。那我认为，如果说这条趋势线被突破的话，我们原本呢偏空头的格局是有可能被改变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其实从今年的3月到现在以来呢，我们已经走了很久的震荡了。而且最近呢是走得越来越偏空，对空头来说是越来越有利。那如果说我们这条趋势线被突破的话，那么这个背景呢就有可能被反转过来。所以接下来这条趋势线呢是我们最需要注意的。那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又重新二探了52400。其实我们可以来到这个位置，就表示空头是有一定的优势在的。不过也随着比特币呢它突破了，重新站稳回58000之上呢，空头的优势也已经消失殆尽了。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趋势线有没有被突破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前呢比特币整体的走势第一个是量能不够再来是我们花了这么多天的时间呢它上涨的这个幅度呢也并不是到很多，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持保留态度的。至少我不认为它立刻就要开启一波新的多头我也不认为我们52400呢它就是我们下一波的起涨点。那我们现在也是到了大概618左右，所以我认为还是值得观察的。好，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你只要点击下方的链接呢，都会一步一步教你要怎么领取空头，有领取空头的流程，然后你可以去领取比特币、以太坊、Solana 等等的仓位。赚到钱之后，你可以直接提币走，只剩下最后的3天所以好好把握机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降息的状况好了。其实现在呢，这是非常少见的情况我们现在离降息呢只剩下3天又2个小时离这个会议只剩下3天又2个小时。可是我们到现在居然连降1码还是降2码，我们都并不清楚。这种状况在过往呢是基本上非常非常罕见的，也是我们在过去的升息周期以来一直到现在呢的唯一一次基本上我们在过去到了降息的到了做决定的前几天，到了 FOMC 的前几天呢，我们都可以基本上8、9不离10抓个90%左右，我们可以确认我们 FOMC 我们是要有做什么样的调整。可是我们居然到了前3天，现在已经3天前了，我们无法知道我们是要降1码还是2码。这就表示其实市场呢对于这一次的降息出现了分歧，而且这一次的降息很重要因为这次的降息是我们升息周期结束，维持终端利率，现在是我们的第一次降息所以这非常非常的关键。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复盘一下比特币在过往因为其实加密货币也就是这10几年，那市场慢慢成熟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情那这几年呢，我们确实也有经历过美国的几波的降息的周期那我们来把这2张图表呢，我们来稍微叠加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把美国的利率先给叠加进来。那我们都知道K 线呢就是比特币的价格，那红色线就是美国的利率那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上一次降息是在2019年的6月我们就降息了当然这一次的降息其实是分成2段的，因为我们的降息其实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降息只有2种状况，第一种就是预防性的，现在的经济呢没有出现危机，不过为了预防未来可能出现问题，所以先降息那还有第二种就是危机已经出现，然后才做应变，然后降息。其实我们在当时2019年6月所开始的降息周期呢，它包含了2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呢，它是预防性的它当时是预防性的当时是没有爆发经济危机开始降息之后呢，美股也在持续的往上走，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跟我们现在的状况其实是比较雷同的，就是我们开启预防的降息过后，当时比特币的价格它是震荡向下震荡向下，慢慢震荡的微微向下，它并没有走出空头趋势，并没有那当然多头是没有，它就是震荡向下，就这样子那随后呢，我们爆发了新冠疫情之后我们的降息呢就从预防变成这个应急了，对不对就变成我们应急当时是爆发了新冠疫情，然后美国的经济、全世界的经济受到了很严重的冲击，当然比特币也跟随着暴跌。
然后直接把利率呢直接给你降到0，就变成应急。不过你可以发现，我们应急过后呢，我们随即这个低点就是我们暴涨的起点。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加入另外一条线这样就会稍微复杂一点没关系。但是我认为这个非常关键，就是我们要加入标普500对吧？因为我们完全不可否认比特币跟美股的相关性，我们也不可否认美股跟美国利率的相关性，它绝对是可以做参考的那我紫色线呢是标普500，红色线是美国的利率 ，K 线是比特币这3张图表我们全部给它叠加在一起，你可以发现什么呢？我们当时在预防降息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值得参考的就是这段行情，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走这一段，到达终端利率之后的第一次降息，而且是预防降息，过去只有这一段是符合的，所以我认为这段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当然，我们可以把过去的每一次都翻出来，然后做对比，这个我们等一下要做。我们来观察一下，当时我们遇到现在这种状况的时候，美股、比特币跟利率是怎么反应的？我们来观察当时是终端利率之后的第一次降息，并且是预防性的降息。当时比特币是震荡向下，但是美股呢，它是呈现了缓涨的走势，突破前高并且缓涨直到出现危机所以当时其实比特币跟美股呢是出现背离的状况，就是走势是相反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你不觉得跟我们当前是有雷同之处的吗？我们当前美股它也来到前高了，那我们其实在下一周呢，我们随时有机会来创造出新高，随时有机会，而且我们就在下周就要降息下周就要降息，然后我们下周就要新高，所以其实新高呢跟在降息的时候是有可能出现美股在往上走，但是比特币却震荡向下的这种状况。我们过去只有唯一一次的状况就出现了我们刚刚所说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盘面呢，我们再把它拉得更长一点的话其实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过往呢就没有可以相对应的案例了，直到我们现在，对，直到我们现在红色线利率又要降下来了，那有没有可能重演我们美股往上走，但比特币却继续向下震荡的过程呢？我们在当时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复盘完了比特币，对不对？其实比特币它的历史呢还是比较短的，它也不过就这10几年的时间。我们来不妨复盘一下美股。美股的话呢，我们很简单我们要的就是美股跟利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好，那我们把这个利率一样把它给点开其实确实就如同各位所说的没有问题。我们在过往的降息周期当中呢，很多它是应急的降息，它并不是像我们这次是预防的。我们这次是预防，还没有出现危机，但我们就先降息了，对吧？那我们来把它标注一下，预防我们这次是预防性的降息。那我们来稍微复盘我们其实在2020当时我们是预防然后转应急。你可以看一下这里是预防这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到后面呢，其实是应急到后面这个位置其实是变应急的。等一下我们重新标示一下预防。那其实你可以看我们在前面几次的降息它其实都是应急，很多时候都是应急比如说我们当时在2008年大家不可能不记得当时我们次贷风暴嘛，对吧？当时我们次贷风暴就是做了应急的降息那我们既然当时是应急我们拿到现在的参考价值其实就不大了，因为我们现在并不是做应急。然后我们可以再往前看我们当时在2000年它也是应急对吧？2008年次贷风暴嘛，然后2000年的网络泡沫对不对？网络泡沫那没关系，我们可以再往前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在1980年到1990年代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降息周期。那其实它是伴随着升息周期而后产生的啦。我们这里产生了升息周期之后呢，后面用了10年的时间呢，来慢慢把这个利率给降下去。因为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历史的背景。当时美国在1980年的时候呢，通膨来到了非常非常夸张的水准当时是来到了10几%的通膨。你想想看10几%的通膨，那美国它为了应对通膨，它就必须把利率呢拉到很高当时利率来到了10几%，你要想你把钱放在银行就有10几%的利润，你想它是有多么
应对通膨的危机是有多么强烈。所以当时呢，其实当时它也是为了抑制通膨，这其实跟我们当前的状况呢，它是有一些可比性的。你可以看到，当时在这里我们进行降息的时候呢，它也是这个先从预防开始，先从预防开。当时其实并没有很严重的这种突发性的经济危机的，是没有的。只不过当时的通膨是非常的夸张。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在降息的过后呢，我们美股它就缓缓的下跌，它并不是说一次就给你来个急跌暴跌。像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像我们这里的下跌跟这种下跌它是完全不同的，对吧？这个大家应该有印象。1987年嘛，黑色星期一，这个应该大家有印象。当时我们就是急跌暴跌。我们当时的降息状况呢，1980年降息的状况跟现在绝对有可比性。第一个是我们是因为通膨，所以我们开始升息。那通膨被抑制过后呢，那决定开始降息。不过当时是非常非常激烈的。那我们第一次到达终端利率之后，第一次降息，那股市就缓缓的下跌。那你可能会说啦，我们后面其实也都有降息，对吧？我们后面这里，比如说在这个位置它也有降息对不对？这里降息这里降息可是不一样，我们降息的周期是从这里开始的，后面的都只是跟风的而已。所以我们现在呢，就面临了跟当时一样的状况，就是第一次。所以第一次降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们出现预防降息的时候，它都是缓跌的，缓跌。然后你可以再看到，我们如果再更往前的话，比如说1974年，当时是石油危机，所以当时也是应急的降息。然后我们在1969年，当时呢，由于越战的扩大，美军在越战呢节节败退，逐渐失利，所以就引爆了经济危机，然后我们就开始缓缓的降息。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复盘美股，基本上美国的降息呢，都跟发生经济危机有关，就是发生了经济危机它才会降息的。这种因为要抑制通膨的升息，并且开启预防性的降息，我们可以参考的案例其实并不多。比如说当时在1980年，那它是缓缓的下跌，还有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预防降息，对不对？它是先涨然后后跌，所以基本上我们这次的预防性降息呢，它可以回溯历史，基本上它很有可能是先走这种缓缓下跌的过程，缓缓下跌的过程，然后等到我们回调结束之后呢，我们才随后开启上涨。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美国的利率的变化可能的走势。基本上我们降息呢，都会很密集的集中在我们2024年的后半段，9月18号开始，一直到2025年的年初。基本上到2025年的年初呢，我们阶段性降息的快速降息的这种阶段呢，就会告一段落结束。所以这段降息的时间呢，也不会维持到太长。大概就是我们今年的年底到明年的年初一点点的时间而已。好，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